只是因为给失恋帅哥撑了把伞，这个妹子就被阴湿重男给缠上了。你知道病娇和重男的区别是什么吗？病娇是你不喜欢我我就捅死你，而重男是你不喜欢我我就捅死我自己。很明显，男主花野井就是这样的神经病。小英和朋友小想在店里吃甜品的时候，还顺带吃了个瓜。隔壁班的班草花野井居然被女朋友泼饮料，当场分手了。最后女朋友留下一句：“你这辈子根本不可能谈什么恋爱”，就气哄哄的跑了。花野井也跟着沮丧离开。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小英不解，明明是自己喜欢的人，怎么能那么说对方呢？可能这就是爱之深恨之切吧。小想说小英谈过恋爱就懂了，然后就宣布了自己的恋爱消息。小英捧肚的鼓掌恭喜，吃饱喝足后和小想分别。万万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之前的失恋帅哥。下这么大雪，帅哥却坐在长椅上发呆。小天使小英就上前给他撑了下伞，提醒他这样下去会发烧的。那一刻，花野井仿佛看到了光。第二天到学校，直接去小英班里当众跟他告白。小英自然是毫不犹豫的拒绝，他既对恋爱没兴趣，也对花野井没兴趣，但花野井还是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每天一大早等小英一起去上学，毕竟是校草，同学们难免会议论一番。不明白花野井长那么帅，怎么会看上小英这样普通女孩？小英听了他们的议论也没生气，只是一时分神，没听清花野井刚刚的话。花野井想知道他喜欢什么，比如发型之类的。小英回答短发斜斜了比较轻松，然后不解地问花野井为什么选自己。不管从哪方面来看，他们都毫不相配吧。花野井却说，在小英向他递出雨伞的那一刻，他就知道他是他命中注定的对象了。以花野井的姿色，想接近他的人自然不少，可那些人接近后发现了他的真实模样，和自己幻想中的相去甚远，就会失望一直远离。小英直到现在都能和他正常交谈，这让花野井更加无法放手了。一听说小英喜欢短发，当天就把那头狼尾给剪了。小英吓了一跳，他昨天回答的是觉得自己短发比较好，可没让花野井剪短发呀。而且这家伙就因为他随口一句话就把头发剪了，这份感情太过沉重，小英无法理解。花野井立刻把握住机会，表示他们可以尝试交往看看，说不定小英就能理解了呢。时间就到圣诞节，小英下意识想要拒绝，但花野井温柔地说了一句没有不能恋爱的人哦，也让他突然升起了想要试一试的勇气。中午的时候，小英的两个好朋友小想和柴柴都有了自己的事情，没办法和他一起吃饭，小英都打算自己吃了。结果花野井来班里找他，两人一起去了安静的楼梯间。花野井拿去了特意为小英排队买的学生餐厅特产红烧肉包，小英瞬间心动，不过还是分了一半给花野井，两人就这么分着吃了一个大包子。这时小英注意到花野井的耳钉不见了，花野井说觉得他不喜欢看起来招摇的男生，就把耳钉给摘了。这份沉重的感情让小英压力很大，趁这个机会便和对方说清楚，他不希望花野井配合自己的喜好，应该好好珍惜他喜欢的事物。花野井看小英有点烦恼，就掏出耳钉又戴了上去，没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一只。虽然花野井嘴上说着没关系，小英还是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。体育课上，小英将自己的2枚发夹借给了同学，同学却不小心把发夹弄丢了。小帅过来刚好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就主动提出帮忙找一下。然而外面已经堆了厚厚的雪，这种情况下找一枚小小的发夹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同学就说买新的赔偿给小英，小英嘴上说着没关系不用找了，晚上睡不着还是准备回学校再找一找。这时花野井打来电话问他的发夹上面有没有缎带，小英告诉他上面只有一颗星星。花野井就自言自语说了句不是这个，小英眼睛都瞪大了，下这么大的雪他不会还在学校找发夹吧？尽管花野井否认了，小英还是立刻穿上衣服去了学校，果然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徒手刨雪找发夹的身影。小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花野井回答因为这样能让你露出笑容。准确的来说，花野井这段时间做的一切都是这个目的。小英不动容是假的，看到花野井还在继续找，突然上前抱住了对方，摘下他的手套一看，手指都被冻得通红。小英的怒火一下子就上来了，为了区区一枚发夹就如此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吗？花野井又开始口出颠语，只要能看到你露出笑容，死了也没有关系哦。可是在小英看来，只有一边得到幸福的话，这种恋爱不谈也罢。然后拉着花野井去值班室处理被冻伤的手指，还亲手为他擦头发。那天之后，小英和花野井之间就变得尴尬起来。花野井不再缠着小英，路上碰见直接目不斜视的走过去，但放学后就在门口等着小英，告诉他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缠着他了。说完就把找到的发夹还给了他。这枚发夹是家人送给小英的礼物，他还以为花野井是知道这一点才那么卖力寻找，结果他说并不知道，只是觉得小英很珍惜拥有的东西，不想让他难过而已。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小英，他也将自己从贩卖机下找到的耳钉还给了花野井，只戴一边太寂寞了，果然还是2边戴比较好啊。小英心里这么想着，突然意识到自从认识了花野井，自己好像一直都在体验没体验过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什么呢？恋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所以在花野井说这是最后一次的时候，小英的心里突然涌现了一种冲动，不想就这样结束。于是他拽住了对方，告诉他自己一点也没有讨厌他，坦然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还问花野井愿不愿意试着跟自己恋爱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兴奋过头的花野井一把抱住，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抱上了。而小英也交
交到了人生第一个男朋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恋爱究竟要怎么谈呢？第二天两人一起上学的时候，小莹忘了戴手套，又下意识地拒绝了花野井递过来的手套，才想起来小想说过跟人交往要花很多心思，比如要给对方留面子。因为自己完全不懂，小莹就趁着午饭的时候把话和花野井摊开来讲。先问花野井交到女朋友后原本打算做什么，花野井一上来就是死能同学，这未免太沉重了吧，所以花野井让小莹做自己就好。小莹只能把自己的烦恼告诉朋友们，但这种事情朋友也不知道，更不敢胡乱提建议。于是在花野井将熬夜为小莹准备的复习笔记给她后，小莹还是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。花野井看她那副为难的模样，就上前拍了拍她的头，然后笑眯眯的说了再见。吃饭的时候，小莹把这件事告诉了小小和柴柴，两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未免也太宠了吧。小莹却还在纠结自己能为花野井做些什么，毕竟恋爱不是双方都应该乐在其中吗？柴柴就建议她也可以为花野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于是第二天，小莹特意早半个小时出门，打算今天由她来等花野井。万万没想到，到学校附近的时候，花野井已经在等着了。没办法，只能第三天再早15分钟。然而花野井照例在那里等着，甚至哪怕提前了1个小时，花野井依旧在等着。这小子实在是太可怕了，连小莹都忍不住问：“你每天早上几点来学校啊？”花野井笑眯眯的回答：“刚到。”小莹当然不可能信他的鬼话，提醒他这么早在外面等可是会感冒的。可是人家心甘情愿呢。花野井不想浪费1秒钟能跟小莹在一起的时光，小莹还是不理解。但这一天他干脆提前2个小时到学校附近，这一次总算没看见花野井在那儿等着了。天还没亮，路上也没几个人，小莹忍不住期待起花野井看到自己时会是什么表现，高兴还是生气。不管怎样，他都希望对方快点来呀。再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花野井，花野井显然很惊讶，问小莹怎么来这么早。小莹回答他也想做点女朋友该做的事情，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原来等待时的心情也会这么兴奋好玩。花野井立马 get 到关键词，你一边想我的事情一边等我呀。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，他的脸就红了起来。看到对方这么开心，小莹好像也懂了一点女朋友的感觉。结果下一秒两人就双双打了个喷嚏，就一起去超市暖身子。小莹还想了一个好主意，他们可以在这个愿望清单笔记本上写下要和对方一起做的事情，然后按照写下的顺序轮流去做，像初学者一样慢慢从会做的事情开始。比如小莹写的放学后想跟花野井同学去车站前的肉店买可乐饼吃，以及想2个人一起找到更多好吃的东西。他让花野井也写一写，花野井就写上了自己的愿望，想要手牵手一起走。这种小事小莹当然会满足他，一出超市就很自然的牵起了手，两人也终于开始像正常的小情侣了呀。然而晚上，花野井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看着被小莹牵过的手，心里想的却是他的心愿才不是什么手牵手一起走呢，而是我想要你只属于我一个人。花野井知道暴露真实的自己肯定会吓到小莹，于是干脆将那些阴暗的心思藏起来，配合小莹的步调和她一起探索情侣会做的事情。而小莹也是一点也没察觉出来，两人就这么平和的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就在小莹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，直到在之前约定好的圣诞节画下句点，意外来了，还有3天就是圣诞节。小想知道那天没办法和小莹一起过，就提前送了圣诞礼物，然后问她恋爱的感觉如何。小莹回答跟花野井待在一起很舒服，但她不确定自己这种心情是不是恋爱，所以之前问过花野井，如果到了圣诞节还是无法跟他恋爱，他们还能不能做朋友？这明明是最好的选择了。花野井却毫不犹豫的拒绝了，以至于小莹现在很苦恼，既没有完全喜欢花野井，也不想失去花野井这个好朋友。于是小小的男朋友小龟突然出现，告诉她这种事情轻易就知道了。小龟也算是过来人了，表示如果是不喜欢的人靠近自己，肯定会下意识拒绝对方的。就像他跟小想交往之前，小想就先强吻了他，巴拉巴拉的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小想一个锁喉给物理闭嘴了。小龟和花野井在同一个班，他说花野井在班上非常冷漠，再加上小英看起来那么普通，所以大家都在讨论他是不是被玩弄了，被小想一拳砸在脑门上。还好小英本身并不在意，3个人和和美美的聊天画面被花野井看在眼里。明明小英说了今晚不用等他，但他还是坚持在校门口等人了。两人站在一起，果不其然又被人讨论。2个女生甚至当着面说自己要是小英根本没脸答应啊。花野井立刻放出和善的眼神将他们吓跑，然后邀请小英来自己家里讨论一下圣诞节那天该怎么过。小英就跟着去了，发现花野井家又大又漂亮，不过父母经常不在家，只有奶奶时不时的过来探望大孙子。大概是因为吹冷风太久，花野井看起来有点发烧，就让小英先去自己房间等着。房间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书，还有一处用帘子遮了起来。小英下意识的想拉开看看，却被花野井握住手，告诉他这里是小英专区，要做好觉悟才能看。好家伙，这人果然是个变态吧。小英赶紧抽出手保证不看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小英本人却没有半点自觉，看得出来是真没把花野井当男朋友了。而花野井也做好了觉悟，要当就当小英的男朋友，其他什么朋友或者好朋友都没有意义。如果到时候小英不同意，他就消失在他面前，好沉重，太沉重了。这份沉重的心情也让小英下定决心尝试一下小龟的方法，就提出希望花野井能亲自己一下，这样说不定他就能确定到底喜不喜欢他。
他了，机会在前，花野井当然要把握住。他让小樱闭上眼睛，然后凑到他耳边告诉他，如果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我，就不应该做这件事。说完就把小樱压在了身下。小樱根本不知道花野井对他的感情有多么沉重，光是简单的触碰就让他心跳加速，更别提小樱主动提出的亲吻了。这次他不打算放过小樱了。千万别和感情沉重的阴湿男同处一室，更不要主动提出接吻的请求，不然就会像这个妹子一样，眼看对方就要做点什么了，小樱现在赶紧伸手去推他，却发现花野井的心跳过于剧烈了。难道每次跟自己一起时，他的心跳都这么快吗？花野井此时已经听不进去话了，满脑子都是想把小樱据为己有。然而就在两人即将亲上的那一刹那，花野井他倒下了。其实他一直都发着烧，这会儿总算撑不下去，晕了过去。小樱摸到他身上好烫，费劲把人搬到了床上，有些慌乱的去联系了花野井的家人。他感觉更加迷茫了。本来以为爱情跟友情中那种喜欢是一样的，但刚刚花野井那个明显不一样啊。等花野井的奶奶过来之后，小樱就精疲力尽的回家了。被一大波情感冲昏头脑的他，连饭都不想吃了。尤其是一想到让花野井露出那样的表情，他的罪恶感就油然而生。之后的2天，花野井都没有回复小樱的信息。今天就是圣诞节了，明明约好在圣诞节那天给他答复的。之前的圣诞节，小樱都会跟家人们一起去看妹妹的花式滑冰发表会，今年是为了花野井特意缺席的。花野井也答应那天一定会好好陪小樱，可现在都已经下午4点了，花野井还是没信儿。小樱觉得他可能已经不想再跟自己交往了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他们就又是陌生人的关系。小樱本来打算就这么在家里窝着的，脑海中却突然浮现了好朋友的身影。难道这一次自己什么都没做，就眼睁睁看着一段友谊结束吗？不行！小樱刚打算直接给花野井打个电话，妈妈的电话就来了，原来是妹妹的衣服坏了，需要缝纫包。小樱就急匆匆的把缝纫包送了回去。来都来了，反正花野井没回他信息，小樱就干脆留在这里看发表会了。结果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一掏手机，看到花野井打来那么多未接来电，小樱连忙接通，就听到花野井问他在哪里。刚说完在滑冰场，一扭头就看到了气喘吁吁的花野井。原来花野井打不通电话，又想起来小樱说过圣诞节会去看妹妹滑冰，就在网上查关键词滑冰场和圣诞，最终锁定了小樱附近这家。他解释自己之前一直在睡觉，睡醒才看到信息。小樱的腿一下子软了，知道花野井身体没事，知道他不是故意放自己鸽子，心里那块大石悠然落下，一放松，之前紧绷的疲惫感就回来了。看着小樱在自己面前露出脆弱的模样，花野井试探着伸出手又收了回去，先正式给小樱道了个歉。小樱觉得自己也有错，讲了自己个朋友的事情，那时也是因为自己处理不当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。他很担心和花野井的关系也变成那样，这样的小樱怎么让花野井忍心放手？圣诞还没结束呢，他单膝下跪，伸手邀请小樱和自己约会。小樱刚准备牵手，他就率先收了手，毕竟上次未经小樱允许就想碰他，花野井不想再让他害怕了。于是这次由小樱主动牵手，和家人们打过招呼后，两人并肩走在圣诞氛围浓厚的街上。花野井带小樱去了晚上的游乐园，满院的灯光秀让小樱看花了眼。不过这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条来自世界各国小吃的美食街呀。两人像普通小情侣约会那样，在游乐园玩了个爽，还互相给对方买了圣诞礼物。路过滑冰场的时候，花野井看出了小樱的心动，主动提出可以进去滑一滑。但小樱的妹妹虽然是个花滑高手，小樱本人却四肢不协调，根本就不会滑。花野井怎么能放过这个和小樱亲密接触的机会，就说自己可以带她一起滑，拉着小樱的手耐心教学，总算能稍微前进一下了。结果在边上休息的时候，场地的灯光突然暗了下去，原来还有30分钟就闭园了。小樱就告诉花野井自己今天过得很快乐，希望下次还能跟他一起出来玩。说着口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好好回应人家的感情，就约什么下一次。花野井莫名其妙来了句就是你这种地方啊，然后邀请小樱临走前再来一圈。滑的时候小樱忍不住问他刚刚是什么意思，花野井便告诉他他喜欢的就是小樱的这种地方，不管他做什么小樱都会努力回应他。说着说着就打不住了，全是他眼中小樱的优点，尽管那些优点看起来如此普通，但就是这样普通的善良着的小樱让花野井一天比一天更加喜欢了。他又对小樱说了句生日快乐，问他今天在他看来有没有变成特别的一天。小樱人都傻了，因为今天真的是他的生日，也是他过得最快乐的生日。一晃神就松开了花野井的手，还好被对方及时抱住才没有滑倒。就在这时，游乐园的灯光又重新亮了起来，简直恰到好处的打造氛围。这一刻小樱是只属于花野井一个人的公主。生日在圣诞节就意味着生日不仅仅是生日了，朋友们在那一天都要陪伴重要的人，而在家里又是妹妹的大日子，所以对于小樱来说也只是一个比平时更开心更幸福一点的日子而已。但现在花野井告诉她，这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专属于她的日子，哪怕小樱的心是10块石头也要被捂热了。她跟随心意紧紧抱住了花野井，这个拥抱或许不只有感谢，因为小樱依旧没能给出回应，两人就先默契的先维持现在的关系了。小樱还把她介绍给了朋
朋友们，大家一起去新年参拜。见到花野井的第一眼，小英就觉得他好像比平时更加耀眼了。双方互相认识后，小龟也来了，自来熟的打上了花野井的肩膀，结果对方面不改色的问了他一句：“你谁？明明是同班同学，好不啦？”新年参拜的人数特别多，为了不走散，小翔和小龟这对情侣就自然的牵起了手。然而小英因为害羞，却牵起了柴柴的手。她的新年愿望是身边的人都能幸福，她也能够明白什么是爱情。参拜完后，大家的肚子都饿了，便决定分开买东西。小龟和花野负责开胃小菜，三个女生负责饮料和甜点，约好在鸟居那里汇合。没想到一和小龟单独相处，花野就变了副面孔，质问小龟，建议小英要不要亲亲看看的人是不是就是他，狠狠地说了一番狠话。他对于和别人做朋友根本没兴趣，只想做小英的男朋友。另一边，小英还是被朋友们提醒才意识到自己今天好像有点冷落花野井了，毕竟一周没见了，花野井肯定想跟小英单独相处。这时小龟拎着开胃菜跑了过来，解释自己跟花野井不小心走散了。小英听到后立马跑去找人，刚好看到花野井在扶一位老奶奶，找到人后就安心了。小英正准备回去和小翔他们会合，就被花野井给拽住了。他想再两人独处一下，这么可怜巴巴的请求，小英根本无法拒绝。两人远离了人群，久违的有了二人世界的时间。圣诞结束后，小英的妹妹就闹脾气，觉得姐姐的心里男朋友比她更重要。小英不得不把跨年的时间抽出来陪妹妹一起度过。花野井忍不住苦笑一声，先是家人又是朋友，想要独占小英还真是不容易呢。小英又想起了小翔说过的话，花野井都只跟小英说话而不跟他们交流。小英是希望男朋友跟朋友也能成为朋友，不过看来她不应该勉强对方。正想事情呢，花野井突然伸手摘下了她头上的一片树叶，把小英吓了一跳。下意识的排斥让花野井认为她今天是不是在躲着自己。小英连忙否认，解释自己只是有点害羞而已。花野井反而有点兴奋，这说明小英已经开始把她当成异性对待了呀。在征得小英的同意后，他把人嘘嘘环抱着，却不触摸对方，就这么安静的充了会儿电。而小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想抱上去，花野井却主动退开了。两人回去跟大家会合，小英也仿佛更懂了一些。花野井则试着融入小英的朋友们，还帮小翔挂心愿条。假期结束后就是新的学期了，小英找了份书店的兼职，因为花野井看起来很喜欢读书，她想更靠近对方。上班的第一天，花野井自然要来捧场。书店的前辈一看到小英还认识这么个大帅哥，立马眼睛放光。而花野井为了能多一些时间和小英相处，每次小英有排班，他都会在书店外等她下班，然后再送她回家。几次后，小英觉得这样太麻烦花野井了，她想说自己一个人回家也没关系，话还没说出口就意识到不妥。花野井可能比他想象中的更珍惜他们在一起的时间，于是改口对花野井说了句麻烦你了。果然对方看起来开心多了。到家的时候，妈妈和妹妹已经在门口等着了，人家亲自送女儿回家，妈妈便邀请花野井来家吃顿饭。花野井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乖乖的坐在小英的房间等她端茶过来，担心还会发生上次的事情，特意提醒小英不要掉以轻心，然后将自己新加上的心愿递给了她，上面写着我想看看小时候的你。小英便把相册拿了出来，花野井对着相册直呼可爱，小英却有些不好意思，决定下次也要看花野井的相册扳回一局。这时花野井翻到了小英的长发照片，感慨的留长发也很好看，以后不再留了吗？勾起了小英一段不太好的回忆，下意识转换了话题，两人之间的气氛也尴尬了起来。小英觉得这样不好，她想认识花野井的同学，却不想谈起自己的事情，这未免也太不公平了，于是主动说出了真实想法。她在书店工作其实是为了能多了解一点花野井，不再留长发是因为以前有人恶作剧剪掉了她的头发，对她恶作剧的人还是她关系很好的朋友。小英说是自己先伤害了对方的感受，所以对方这么做也算是扯平了。之后两人分道扬镳，再也没有联系。看到小英有些难过，花野井便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。他小学时候个性很阴沉，是个无法跟陌生人说话的胆小鬼，转学后在新的学校也交不到朋友。两人都说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，距离也不知不觉拉近了一些。花野井很感谢小英能那么努力想理解自己，自从跟小英在一起，他总是经历很多第一次，小英何尝又不是这样呢？下意识的就想摸摸花野井的头，气氛一下暧昧了起来。结果妈妈突然敲门喊他们吃饭。吃完饭后，小英送花野井回去，忍不住心里在想，他下次什么时候还要充电呢？